微告，今天任务是翻西邦峰。在越南北部有一座被称为中南半岛屋脊的山峰，它不只是少数民族心中的圣山，也是无数登山客的向往之地。让我们一起用双脚攀登，在最高点迎接晨曦时刻的震撼。我要来走越南最高峰了，也是中南半岛的最高峰。然后登顶呢有2种方式，第一种是靠自己走上去，然后第二种呢就是搭乘全世界最长的缆车。那我呢当然是要靠自己走上去咯。这次的行程呢我是走2天1夜，然后我是直接报名当地的旅行社。他前一天晚上从河内搭乘夜间巴士出发，然后隔天早上抵达沙坝之后呢，我们就跟着当地的向导还有背公一起上山。然后当天晚上会住在2800公尺的山屋，然后隔天下山之后呢就搭车回河内。Let's go！一早抵达沙坝后，在背包客栈休息吃早餐，就有人来接我们到了登山口啦。抵达登山口了，出发！我们差不多9点15分起登，但是现在真的风超大，虽然天气很好。他是我们的 porter， 前面的是向导。因为黄连国家公园规定，爬翻西邦峰必须要有在地向导带领。第一个上坡上来有点喘，然后我今天呢自己背我的睡袋还有所有的东西，然后他们刚刚还给我2瓶水，总共3公斤，所以我不知道我今天总共背了几公斤。流汗了。太阳好舒服，今天天气超棒的，因为前1个礼拜差不多0到11度以内，真的冷死，还好选对日期。哇，走了半小时来这边休息一下，风真的很大，然后又流汗，又怕会不会感冒。我们这一团速速休息5分钟，继续走。有牛哎！哇吼！哇！走在小溪流旁边。遇到另外一团，又要上坡。他们穿拖鞋走实在是太厉害了，都穿拖鞋。上坡又想到我3公斤的水，不断上升，又到了一个休息处。这是2100公尺的地方，可以休息看风景。继续走吧，又是上升了。我走太慢了，所以他在后面陪着我，没办法，包包真的太重了，我觉得应该有10公斤以上吧。差不多1个小时45分，我们抵达今天吃午餐的地方了。我们的午餐 DIY 板米越南三明治，开动，Bon appétit，Good appétit。休息了1个多小时，吃饱饱，那我们现在继续出发。又是上坡了，被山围绕着了。哇哦，羊儿，缆车在那边。向导跟背公走超快的，阶梯路段。我们现在经过的是透天路段，然后天气超好。然后你们看后面，我们爬好高了哦。你看天空超蓝，好漂亮哦。休息。你们看后面好几点风，超美的，而且天气真的一级棒。
终于下坡了，然后再往上，风景超棒，远远的可以看到缆车，哇！这边应该是棱线上坡了，风好大哦，超级陡，阶梯路段，一连串一直陡上陡上啦。沿路一整串的陡上来休息一下，那上面真的风好大哦，不过风景美。继续往上，又来到上坡路段了，一直无限上坡，还有超大的风啊！还要继续上升，真的是一连串的上坡，上不完。现在真的是各种地形不断上升。疯狂陡上了45分钟，完全没休息，我真的快累死了。终于在这个平静的地方休息一下，休息吃东西。休息完之后继续走，在40分钟抵达我们今天住的地方。这边就是一直不断上上下下的地形。看得出来吗？现在是无止境的阶梯上升，又是阶梯。刚好整整40分钟抵达我们今天的住宿地点。我们今天住的地方，现在差不多2点48分，我们进来吧。哇哦，抵达！我们现在待的地方啊是海拔2800公尺，然后我们今天会在这边休息住一晚，明天一早呢才会去登顶，然后来这边晒太阳、吃东西吧。现在太阳很温暖，只不过有时候风很大。商务提供的睡袋跟垫子。现在外面超冷，还好我们住的商务它有提供睡垫，还有睡袋。然后这是我们今天晚上住的地方。哇！刚刚实在是太冷了，我就回去睡了1个多小时。然后现在呢，要准备吃晚餐。感谢向导和协作组的饭。吃饱饱。吃完晚餐结束第一天，我们今天天气真的超好，很幸运。不过就是风很大，然后呢一连串的上坡，我完全没有想到会上坡这么长，而且这么久，然后加上负重，就好累哦。好，然后我们明天3点要起床去看日出，明天见。早安，现在4点10分，吃完早餐，我们准备出发登顶。到缆车站了，1个小时10分钟，我们抵达缆车的地方，然后这边是室内，可以稍微取暖一下，然后这边有很干净的厕所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就去山顶了。快到了，但是最后呢又全部都是阶梯，那个风超大。Be happy！ 继续往上，哇！抵达最高点了，这是海拔3143公尺，现在时间差不多6点，我们准备看日出。
Thank you. Yeah, I got my award. Thank you. Wow. 太阳升起来了，现在这边真的超美，今天天气超棒，一览无遗。但是缺点就是风超大，保暖记得要做好。然后上来呢，每个人都会拿到一个奖牌，还有一张奖状，开心，好感动。用自己的双脚踏上这块土地，和德国、新加坡山友一起看了这难以言喻的日出。哦，太美了啦！ 到山顶除了可以爬上来之外，也可以坐缆车。然后下去的话，如果你不想走下去的，也可以坐缆车下去。看完日出就可以准备下山了。太阳出来之后好温暖哦。这个就是搭乘缆车的地方。哦，你们看，我刚刚爬这么多楼梯上来啦。走下来有这个佛像。 继续下楼梯，风超大，我是被吹着走，但是风景好赞哦！坐缆车上来的人都可以直接在那边休息。我们现在要走回去啦。早上摸黑走上来都没有认真欣赏旁边的建筑跟风景，其实你看旁边的建筑还蛮中式，蛮美的。早上走的路就这样爬上去最高点，继续下山，缆车开始运作了，下山下山。 这是我们刚刚上来走的路，天黑完全看不到。哇，风景超美！我觉得摸黑上山还不错哎，就晚上什么都看不到，但是下山的时候就全部都是惊喜，真的超美的。 又来上坡了，我们刚从那边走过来了，继续走吧。蓝天好美哦。我们昨天住的地方，哇，耶！现在8点34分，我们回来了昨天住的地方，然后我们要吃午餐了。 一样 DIY 帮你，越南三明治，配风景。吃饱饭，现在9点，我们要继续下山了。哇！现在下坡，眼前的景色超赞，一连绵的山脉。 看我们昨天爬超陡的，又回到棱线路段了。现在风超大，这个景太美了吧！下坡的景哦，好赞哦！天哪，太美了！眼前360度的美景，哦。 这是另外一侧的风景，我们的下坡路。其实刚沿路都有经过一些人，然后他们说他们要单攻哎，所以其实要去登顶的话，你可以单攻，也可以选择2天1夜休息看风景。完全不记得昨天有走过这些地方。牛牛回来了，好多牛牛。Hello， 在这边休息10分钟，跟牛牛说再见，继续出发。继
继续下降下降。我在朝圣之路把我的登山鞋丢掉之后，我还没买新的。我现在穿球鞋走，脚超级痛，因为下坡的时候一直顶到脚趾头。超强的，可以这样下坡，好可爱哦！这边有只水牛，它很认真的看着我。嗨嗨，继续走，回到小河边了。最后1小时，不，又要上坡了。累的时候看一下后面的山，美美。哇，3个小时50分，我们从住宿的地方走回登山口了。全体合影顺利完成啦！马上来接我们。下山结束我的越南最高峰，然后他载我回来 homestay， 我等一下去洗澡了。然后很开心，我选在好天气上山，因为早上的日出真的超级美。虽然说我上面觉得有缆车有点太观光，但是我觉得靠自己沿途走上山那种感觉，风景越来越美，很棒，很值得。然后这一趟全部呢，我自己报名当地旅行社，总共差不多3000台币，我觉得超值得，因为包含河内来回的车子，然后2餐早餐、2餐午餐跟1餐晚餐，然后还有向导跟背公，但是我觉得还有提供睡袋跟睡垫哦，这是不是超赞的？好啦，那就推，那就下次见到This is Life，拜拜！开启墨尔本之旅啦！可以看到整个天际线，最好吃的 croissant 是墨尔本最大的市集，澳洲现存最古老的蒸汽火车之一哦，最上面的山顶温泉，我来野餐啦！